众来们，大家好，我是阿狸。自配置优化这档节目诞生，收到了很多小可爱积极的评价，但受限于游戏自身的特性，之前提出过的方案往往是针对于固定的某款游戏，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某某游戏该如何设置的私信。当然，面对这些求助，我会去购买这些游戏，用各种不同的硬件 CPU 去测试最优解，并会定时更新专属的优化视频。同时呢，我也会专门出一个适合于大多数游戏和配置的全局设置系列。从我之前动态问卷调查的结果和 Steam 的硬件统计来看呢，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小凯升级了30系，尤其是3060，它的战斗力最近像坐火箭一样的飞升，这可能和游戏本出货量有关。也伴随着3050、3060大量铺货，越来越多的玩家群体体验了 DLSS 这一项功能。而今天阿狸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如何利用 DLSS DSR 替换文件版本等方式来骗帧数和画质，以及我这几年使用 DLSS 1.0 到 3.0 的调试心得，建议收藏哦。也非常感谢华硕借给我了能兼容 1.0 到 3.0 的主流显卡，它们分别为 TUF 2060、3050、3060、ROG 猛禽2060 Super、2080 Super、3070、3080、3090 Ti， 以及支持 DLSS 3的 TUF 4080。虽然显卡是借的，但送了我一台 XG32UQ 的显示器。如果各位感兴趣，到时候动态见。关于 FSR、RSR、XESS、NIS 设置心得，我会陆续制作的。自 DLSS 这项技术诞生，玩家对其的评价呢，一直是两极分化。一部分玩家认为对画质影响很大，一部分玩家对其评价很高，认为几乎看不出区别，且帧数确实增加不少。这其中除了每一个人对于画面的敏感程度不同外，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受限的游戏引擎、训练的程度、DLSS 文件版本等因素，导致每一个游戏展现出来的 DLSS 效果几乎是不同的。常见的游戏引擎有虚幻、寒霜、CryEngine， 一些大厂还拥有独家引擎，比如开发了大表哥给他爱系列的 RC Reach， 威慑的起源引擎，撑起的彩6、刺客信条的阿玉 Anvil Next。 而各家引擎的执行效率、渲染管线是不同的，一些游戏引擎原生支持 DLSS， 但一些老引擎游戏嘛。除此之外， DLSS 在更新版本时可能会优化画面瑕疵，但一些游戏未必会更新 DLSS 版本。在个人体验过的 DLSS 游戏中，体验比较好的有大表哥、战神4、模拟飞行，但有的游戏比如神秘海域 DLSS 会出现迷之眩光，再比如 COD19 帧数确实提升不少，但远景会有削弱。此游戏很多地图设计特别阴，反正我是把清晰模式当作狙击精英才玩的，一旦看不到远处敌人，就特别容易被吨吨党狙杀。当然，对于 DLSS 支持不太友好的游戏，也有补救方案。个人总结了大致3种，一种是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锐化滤镜，按住 Alt 加 F3 换出 GFE， 叠加是明朗或者锐化加。此方法的优势是对性能影响较小，但它并不能完全解决 DLSS 瑕疵，且调试不好参数容易过蕊失真。第二种方法则是手动替换 DLSS 文件，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搜索到新版 DLSS 文件。假如一些游戏一直没有更新 DLSS 版本，可以下载后替换本地文件。左边是大镖客默认 DLSS 2.2， 右边是手动替换 DLSS 2.43 画质。这种方法的劣势在于，一些联机游戏可能有验证文件机制。最后一种方法，也是个人最为推荐的一种方法，且如果操作得当，甚至可以获得画面帧数双提升。PC 游戏有个特点，即使你是 1080p 显示器，显示这种高分辨率超采样画面时，可能也会感到更细腻。注意远景和地板材质哦。游戏分辨率超过显示器上限，则会被采样为超级分辨率，材质也会按照更高分辨率来渲染。在显卡面板中勾选 DSR 就可以突破显示器限制，解锁更高分辨率。光用 DSR 可能会降低帧数，不过和 DLSS 相结合嘛。
这是 2K 分辨率的画质，这是 2K 2倍 DSR 加 DLSS 性能，不仅帧数提升了，远景材质也得到了加强。很多 DLSS 游戏都可以这样组合提升。你可以理解为 DSR 这边在骗显示器。假如你是 2K 屏勾了2倍 DSR， 屏幕能显示开 4K， 但实际信号却是从 4K 超采样下的 2K。DLSS 这头又在骗游戏，虽然你的游戏开的是 4K， 但实际运行分辨率可能还会低于 2K。此方法很像两头骗，赚中间的画质和帧数。对于 COD19 这种吃远景的游戏尤为有效。具体调参方面，如果你的显卡是2060到3060 2K 屏，可以勾选 DSR 1.2到1.5倍，游戏中就能解锁 2.5K 3K 分辨率，再开启 DLSS 平衡或者质量，比较下 2K 不开 DLSS 的画质帧数，选你能接受的。3060 钛到3080可以实验下 1.5到1.78倍加 DLSS 性能。3080钛以上的小凯可以试试 1.78倍到 2.25倍加 DLSS 性能。目前最新版的 DLSS 已经升级到了 DLSS 3，虽说 DLSS 3目前只有40系的高端卡才支持，仅有少部分玩家体验了，但我相信如果后续价格有调整，笔记本开始大规模的铺货，未来也许用得上。所以我总结了近期关于 DLSS 技术的具体调参和看法。此轮 DLSS 3测试平台为 ROG Z790E 搭配 13900K， 测试显卡为 RTX 4080 TUF， 长 342.8 毫米，宽150毫米，厚 72.6 毫米，3风扇7热管，拥有2个 HDMI 2.1A、3个 DP 1.4A 接口，最大加速频率为2625兆赫兹。首先是 DLSS 3的延迟，这里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低帧率，2077在帧数只有4到50帧时，延迟为80毫秒左右。而开启 DLSS 3后，延迟却降到了40毫秒。这是 DLSS 3会强制启动 Reflex 来降低延迟，但和真正的高帧数加 Reflex 的延迟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如果你本来就够100多帧，开 DLSS 3反而会增加一些延迟。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也发现了它的一些瑕疵。DLSS 3的机制是插帧，但游戏和视频补帧不一样，视频几乎是完美帧。而游戏嘛，试想一下，大家在玩游戏时是否遇见过贴图突然闪现出来，这个草呢突然长了出来？有没有遇见过画面撕裂？如果你是 AI， 遇到这些情况时该怎么进行脑补？游戏会出现完美帧和不完美帧之间的相互交替，所以瑕疵一是重复动作。我们以蜘蛛侠这个场景为例，运动时可能不太明显，暂停后可以看到有些帧的边缘会有一些毛刺，这就是脑补不完美帧造成的。脑补透明材质时会损失一定亮度。还有一点则是 DLSS 3下不能启用垂直同步，但如果你没有较强的动态视力，对延迟不太敏感，它真的可能骗到你。同样 DLSS 3可以和 DSR 混用，且参数可以更加激进。DLSS 2我的建议是尽量别超过 5K， 但有补帧的 DLSS 3可以随意开到 6K 甚至 8K。我们以蜘蛛侠为例，这是 4K 全特效，这是 6K 超采加 DLSS 3质量，不仅帧数比 4K 高了10多帧，这个10倍嘛。个人认为 DLSS 3加 DSR 这种组合就是 DSR 骗显示器， DLSS 骗游戏分辨率， Reflex 骗延迟，光流补帧骗你眼睛。如果我是老黄，我会把这4个家伙组合起来优化一下，命名为 DLSS 4。具体档位我也想好了， DLSS 4性能画质增益，平衡画质增益，加强画质增益，超级画质增益， RTX 8090独占，售价88888起。节目的最后，我总结了一些小凯开 DLSS 时的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呢比较偏向于基础，也请屏幕前比较了解的小凯不要嘲笑，毕竟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是懂 DIY 的，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成长。
视频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小可爱。如果有错误的话，也欢迎各位指出。那么废话不多说，第一个热门问题 ，DLSS 在哪儿开？这真的是非常多买了2030系显卡玩家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游戏都支持 DLSS 的。NV 官网有一个表格列举了目前支持 DLSS 的游戏，如果游戏支持，则可以进入游戏菜单找到画质设置，大部分的游戏就叫做 DLSS， 有一部分翻译是因为达超采样。第二个热门问题，面对性能、平衡、画质这些细分选项该怎么选？各个游戏对 DLSS 的支持情况不同。如果是以大部分游戏为例 ，DLSS 是分辨率越高时效果越好。如果你是 1080P 和 2K 屏，我比较建议开质量。如果是幻石佑拯救者这种16:10的 2K 或者 3.5K 大玉屏，比较建议开平衡。4K 建议开性能，8K 以上我个人推荐超级性能。第三个热门问题，开 DLSS 后帧数为何不上涨？因为 DLSS 3之前是无法召开 CPU 的，低分辨率下，如果遇到 CPU 瓶颈，显卡是发挥不出全部实力。这个时候可以打开小飞机或者 FPS Monitor 这一类检测软件，查看显卡帧率是否满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键三连哦，同时论关注也可以点播关注嘛，说不定这条视频就能对你产生帮助。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